见过这颗种子的人都死了，可我却将它吞进肚子里，孕育了整整18年。只因父亲临终前告诉过我，等种子在体内发芽，就能让我脱胎换骨。但在种子发芽之前，我不能开口说话，一旦说话就会引来天雷降怒。18年来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哑巴，而明天便是最后一天。可就在这天，我的未婚妻江洛曦却拿起一把大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。我宁愿死，也不嫁给凌晨。他的父亲为此也头疼不已，目光不自觉地瞟向我。外表极好的一个少年，可惜是个哑巴，还是个没有灵根的废物。而他的女儿乃是6品灵根的金氏天骄，已被清玄宗长老收为真传弟子，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夫君，实在不行，让如雪代替洛曦嫁了吧。此言一出，江家族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江如雪。一位碧衣少女，身姿婀娜，她比妹妹江洛曦漂亮得多，可惜她是小妾所生，在江家地位远不如江洛曦。爹，我还想留在您身边伺候你，求你别把我嫁出去。女孩紧咬红唇，无助的哀求。江正牙咬咬牙，双膝一弯，难道小爹跪下求你吗？爹，你别这样，我嫁还不行吗？答应的刹那，他眼中写满了委屈。江正牙站直身子，如释重负的笑了笑。凌晨，你意下如何？我平静地坐在角落里，慢条斯理地品着茶。江家根本没打算把江洛曦嫁给我，而是早就计划好让江如雪当牺牲品。我拿起随身带着的纸笔，写下一张条子：伯父不必为难如雪，江府照顾我10年，婚约今日作罢便是。我本就打算解除婚约。自从10年前我爹救了江家老爷子，我便寄居江府。3年前父亲去世，江家上下对我渐渐疏远，现在我也该走了。江正牙看完字条，暗自激动，他早想赶我走了，但柳映霜却大义凛然地想让我留下。我自然猜到了他的想法，他想为自己的女儿铲平威胁，只要嫁给我，就会毁掉她一生的幸福。我一言不发，望向默默垂泪的江如雪，无奈一叹，我知道即便今天救了她，但将来或许只会更惨。江如雪是唯一善良待我的人。父亲去世那年，我悲伤过度，大病一场，江家人视若无睹，是江如雪悉心照顾着我。我实在不忍心，只好答应。柳映霜这才露出笑容，她迫不及待想让我们成婚。江如雪擦了擦眼泪，红肿着眼睛来到我面前，跟我来吧，刚好我也有话对你说。我跟着江如雪来到她的闺房，她的闺房十分简陋。江如雪走到梳妆台前，打开梳妆镜的抽屉，从角落里掏出一个小口袋，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碎银子。小哑巴，你不该答应的，他们不是真心希望你娶我，只是不想落下忘恩负义的名声。等我妹妹进了清玄宗，他们会苛待你，变着法赶你走的。带着这些钱离开江府，我不想你也过我这样的日子。我写下一张字条，你呢？这里是我的家，他们对我再不好，我也不能走。说着说着，声音便带了哭腔，一滴滴晶莹在眼眶里打转。我走上前，摸了摸他的头，以后该叫我夫君了。江如雪猛地抬起头，一双血眸瞪得大大的。你说话了，你不是哑巴。我说过自己是哑巴吗？你一直在假装哑巴，为什么？我背负双手，静默望向窗外。此时晴朗的天空接连响过2声震天惊雷，吓得江府上下纷纷出门眺望。江如雪也被突如其来的雷声吓了一颤。我神色凝重，一语不发。刚才我开口说话泄露了气息，这才引来了天雷之怒。江如雪见我神情间流露着一抹悲伤，好了，我不问了，你收拾东西快走吧。柳映霜要是知道你一直装哑巴，又要疑神疑鬼了。我不走，留下来娶你，从此保护你。别说大话了，你的灵根还不如我呢。我笑而不语，就静静注视着他，没有丝毫动摇。江如雪看着我平静而坚定的目光，心底涌入一道暖流。她犹豫片刻，再次将钱袋塞进我手里，脸颊带着一丝羞红。拿着，就当是娶我的聘礼吧。我心中涌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个女孩拿着自己的毕生积蓄，让我当做聘礼迎娶她。她伸手轻轻整理我的衣服，愣着干什么呀？林叔叔一生清贫，没给你留什么金银，这些积蓄希望能帮到你。我再也抑制不住，一把搂住她的纤腰，将她拥入怀里。如雪羞得满脸通红，身体僵硬的一动不动，任由我就这样搂着。良久，她才反应过来，惊慌挣脱出去。我去量衣服了。望着她陶冶似的背影，我把钱袋放回桌上。江如雪，我会风风光光娶你的。与此同时，柳映霜的卧房内，姨母，你怎么能把如雪表妹嫁给凌晨这个废物？请你收回成命，把表妹嫁给我吧。陆征是柳映霜的侄儿，3品灵根的天才。柳映霜自小把他接到江府栽培，他也很成器，才20岁便有炼气5层修为，让柳映霜在娘家人面前狠狠尝了一把脸。唯一让柳映霜头疼的是，陆征很喜欢江如雪。征儿，别的方面姨母可以迁就你，唯独这件事不许胡闹。但看着陆征一脸悲愤的样子，他终究心软，意味深长道：你想万一凌晨意外身死？我懂了，谢谢姨母，侄儿这就去帮着布置婚事，让他们尽快成婚。可刚出门，他脸上的笑意便逐渐敛去，露出丝丝阴狠。凌晨江府西院一座简陋的房间里，我来回走动。这一天，我等了18年，本以为自己很有定力，能坦然迎接种子发芽。可真当这一天到来，却一夜未眠，心中惴惴不安。就在这时，一缕刺目的光辉穿透云层，射进屋中。几乎同一时刻，我体内种子
坚硬的外壳裂开了，我赶紧盘膝而坐，屏气凝神。识海内，我看到一株嫩芽破土而出，它的现世仿佛惊动了某种无上存在，降下一道道毁天灭地的雷霆，欲将其压回地下。但嫩芽缓缓张开，轻描淡写的将袭来的雷霆尽数吸收。我眼睁睁看着那一粒种子吞天地，以雷霆为养分，成长为一棵望不到尽头的参天巨树。雷霆自知无力阻挡，渐渐停歇。这棵太虚古树散落道道绿色斑光，融入我的身躯，在斑田中孕育出一道灵根。灵根，我有灵根了。等了18年的脱胎换骨，终于来了。良久，我平复情绪，仔细打量这道灵根，却不由得愣住。透明色，我的灵根竟然是透明的，没有任何颜色。江洛熙的灵根是湛蓝色，代表6品；传说中最高的是白色灵根，代表9品。但透明灵根从未听说过，看来得去检测塔确认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发现枝繁叶茂的太虚神树上挂满了一颗颗巨大的透明果实，悬挂最低的果实里竟封印着一本功法，玄奇高等心法《寻龙经》。我吃了一惊，江家作为刘仙城老牌势力，镇族功法也不过是一本黄级中等剑法。我试图跳起来摘下果实，却有一股无形力量将我压回地面。一缕信息在脑海中浮现：最底层果实入基境方可摘取。随即眼前的黑暗世界逐渐散去，回归了那间简陋的房间。我没有丝毫耽搁，离开江府，来到检测塔。此时尚早，检测塔还未开门，塔前已等候着不少准备检测的少年少女。真儿，今天复测千万不要紧张。塔主说你上次因为紧张导致检测结果低于正常水平。陆征重重点头。江家资源有限，大部分供给了江洛熙，剩下的按天赋分配。他比别人差一等，享受到的资源就差一大截，所以这次复测他必须测出真实水平。如果你检测出3品上等，姨母想尽办法说服江家族人，破例让你修炼江氏剑法。陆征激动万分。江氏剑法，黄级中等功法，刘仙城排名靠前的厉害功法，只有江家核心族人才能接触。自己在江家看人脸色10年，终于能触摸到最核心的东西了。兴奋之余，他余光瞥到一道熟悉的人影，不由诧异。凌晨，你来干嘛？我从容写下一张纸条，和你一样，实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，我还是打算继续装哑巴，以免遭人猜忌。陆征摇头，眼神充满轻视。在此之前，我已检测过很多次，每次结果都是没有灵根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灵根这种东西乃是天生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当个凡人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？何必追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？此时门开了，一个懒散的老头从中走出。老规矩，检测资质优异者可获功法奖励。众人一脸无所谓，几十年内只有江洛熙拿到奖励。塔主一声令下，所有人同时进入检测室。合上石门后，我望向密室中央一根悬浮的水晶池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来到水晶池前，把手心放了上去。下一刻，水晶池立刻一阵轻颤，一道波纹从底部冉冉升起，升到赤色刻度，然后毫不停留地升到橙色刻度。我悬着的心微微放下，很快波纹冲到黄色刻度，又以迅猛之势冲击到绿色刻度，紧接着直接冲上了最上端的黑色刻度。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不禁口干舌燥。8品已打破刘仙城的最高纪录，但检测仍未结束。波纹最一口气上升到最高的刻度白色，我瞳孔剧缩，眼中洋溢着无法抑制的狂喜。9品灵根，传说中的级别。然而那波纹竟还未停止，水晶池末端是大片空白，没有任何刻度，波纹却仍在上涨。最后一下冲出了刻度池，飞出了密室。我一脸懵，这到底算什么灵根？几乎就在波纹冲出的瞬间，隔壁的陆征正望着自己的水晶池，波纹最终定格在3品中等和上等的临界点。他脸色铁青，涨，快给我涨啊！混蛋！陆征狠狠捶着水晶池，愤怒嘶吼。他以为3品上等10拿9稳，结果竟差了毫厘之距。就在这时，从我密室冲出的波纹掠过他的密室，强大的冲击之势牵动了陆征水晶池里的波纹，瞬间重新攀升，定格在了白色刻度。塔主躺在竹藤椅上，一手拿笔，一手提着登记册。陆征的密室里，一道白光自门缝中射出。塔主揉了揉眼睛，面露茫然。哐当一声，他豁然起身，泄露的气息将藤椅震飞数丈，一张老脸写满无比的震撼。9品灵根现世了。话音落下，这白光照耀的整座检测塔一片雪白，化作一道光束冲天而起，刺破了9霄云层。江洛熙打坐完毕，周身灵气环绕，双眸炯炯有神。一旁的江正雅满脸骄傲：洛熙，你突破炼气9层了，如此年纪，在咱们孤州城史无前例呀！毕竟是6品灵根，修炼这么快，不足为奇。等我去了青云宗，得到黄级中等甚至高等的心法，修炼会更快。蓦地，他余光瞥到一抹白色光柱，不由吃惊：爹，这是什么？是检测塔里出现的，莫非是有旷世灵根现世？我听你爷爷说过，多年前隔壁碧云城出现了一位8品灵根的绝世天骄，检测灵根时，一道黑色光束冲入云霄，与眼前一般无二。江洛熙不敢置信地望着那抹光束，不知不觉紧咬住了红唇。高傲如他，无法接受孤州城竟有人灵根远远超过自己。看着渐渐退散的光芒，他银牙一咬，丢掉佩剑，冲进检测塔。我要看看他到底是谁。
江正牙担忧他冲动，同时也万分好奇，加快脚步追了上去。整个孤州城因白色光束的现实乱作一锅粥，数不清的武者疯狂涌向检测塔，目睹数百年一见的奇景，其中甚至有几位多年不露面，传言已经死去的老族长也破关而出，争相目睹这位汉室妖孽的真容。检测的武者们纷纷夺门而出，来到陆征的石门前，震惊的无以复加。神话，我见证了神话！有生之年竟能见到传说中的九品灵根。他说九品就一定是最强的吧？废话，9品当然是最强，不过传说中倒是有一种超越9品的灵根，它叫做无极灵根。传说它无影无形，是透明色的，比9品强了10倍、100倍不止。但这种灵根只存在于神话中，现实根本不存在。我在隔壁密室自然也察觉到了这股动静。不会吧，陆征有9品灵根？我面露诧异，他若有如此天赋，为什么吃了江家10年资源也不如江洛熙的6品？正思索时，自己的水晶尺再度有了反应，尺子里飞出一团青蒙蒙的光团，落在我面前，光辉散去，竟是2本功法，一本名为清风真经的黄级高等心法，另一本名为七星剑诀的黄级高等功法。我心中震惊，但不管什么原因，有了2本功法和这道透明灵根，我将在最短时间内突飞猛进，揣好功法，开启石门。巨大的开门声引来无数围观者的注意。原来是凌晨啊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是陆征出来了呢。凌晨这次检测好像又是没有灵根吧？我皱了皱眉，可仔细一想又何必？偷偷修炼2本黄级高等功法，默默提升实力才是王道。我现在无依无靠，让人知道了根底，反而容易惹来大麻烦，所以我回以淡然一笑。凌晨，你也在这，里面是什么情况？江洛熙和江正牙赶过来，我面色坦然写下纸条。陆征检测出9品灵根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要强的他承受不住打击，掉下了眼泪。我默默一叹，随手写了句安慰的话：安心修炼，静待未来。江洛熙看了一眼，却觉得这是我对他的讽刺。看我哭了，很开心是吧？我无语，你心里有气，干嘛找我丧？这时，同样注意到江正牙到来的塔主飞快跑过来，脸上挤出亲切无比的笑容。江兄，恭喜恭喜啊！江正牙受宠若惊。接着，孤州城第1强者城主叶继风也抱拳而来。江家主可喜可贺，江府出真龙了。看着叶继风勉强带笑的脸庞，江正牙更觉如同做梦。曾几何时，他提着重礼拜访叶继风都吃了闭门羹，如今对方却主动示好。几个隐世不出的老怪物们也亲切上前攀谈江正牙，恍惚良久才定下心神。他明白，这全是陆征的功。劳。柳应霜一脸骄傲地走过来。夫君，当初我力排众议，把真儿接来江家栽培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江正牙满脸惭愧，当初他极力反对，碍于柳应霜以死相逼，才勉强同意。是我有眼无珠，多亏了夫人这个福星，才让我们江家攀附上了真儿这个未来的绝世大能啊！柳应霜容光满面。不久后，万众期盼中，陆征终于开启石门，面带自信地走了出来。他来到江正牙面前，单膝跪地，谢谢姨母与江伯父多年养育之恩，真儿不负期望，检测出9品灵根。江正牙哪敢托大，赶紧把他搀扶起来。使不得啊，真儿，你可是9品天骄，伯父怎当得起你这一跪？陆征心情前所未有的畅快，突然他的余光扫我，所有人都臣服在他9品灵根的光环下，唯独我双手拢在袖子里，老神在在。凌晨，你不服？他掷地有声的喝问。我侧头望去，面无表情的随手一写，你呸！可笑，一个空无灵根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清高？他转身面朝江正牙，躬身一拜。江伯父，我有一事相求，我与如雪妹妹青梅竹马，还请伯父把如雪嫁给我。江正牙为难，他已开口把如雪许配给了我，难道改口让他改嫁？伯父，如果我喊一声想娶亲，相信在座很多家族都愿意与我联姻吧？那时候我可就是别人家的女婿了。陆征背负着手，装作不在意的说道。江正牙脸色大变，就在他要做决断之际，我抬起笔锋，江伯父，给不给得了如雪幸福，靠的是实力，不是嘴。我愿与陆征比一场。江正牙一看，心中顿时一宽，他迅速看向陆征。真儿，你看如何？一个废物要挑战9品灵根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就算输了，你也可以吹一辈子的牛。江正牙彻底松口气，给你们3天时间，谁突破一个层次，谁就有资格娶江如雪，如何？我立刻抬笔一挥，可以。陆征自信一笑，一个层次，伯父小瞧我9品灵根了，3天后拭目以待。此时，一个身着华服的老者自一群大佬中钻出来。陆公子，在下秦长生。在场的人都动容了。秦长生乃是孤州城第1炼丹家族的当家人，靠着祖传的炼器业配方，垄断了周边所有城市的炼器业生意。秦长生微笑捧着一只锦盒，里面整齐排列着10只小玉瓶。秦家恭贺陆公子检测出9品灵根，这10瓶炼器液就送不9品灵根，这10瓶炼器液就送给陆公子，希望3天后抱得美人归。我眼神微微一眯，秦家这是摆明给陆征站台。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，秦长生非但不收敛，反而不以为然。另外，我秦家所有店铺今日起禁止对凌晨售卖炼器液。我眼神冷下来，抬笔一挥，希望你不会后悔。秦长生戏谑道：后悔，放弃你这个
个废物，抱住陆公子的大腿。我意味深长看了他一眼，默默离去。回去路上，跟随秦长生的一位家族长老面带犹疑：家主刚才为何咄咄逼人，打压一个小辈？原因竟是10年前横空出世了一名神秘魂师，他炼制出的中品炼器业，差点就摧毁秦家100年家业。秦长生意味深长道：那你记得陆征是什么时候来孤州城的？长老细细一想，悚然惊道：10年前。家主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回来后立刻关上门，用力捏紧拳头。陆征，我就不信我不如你。翻开清风真经，仔细阅读起来。不知是不是被太虚古术洗礼过身体的缘故，我理解起来竟水到渠成。1个时辰后，我盘膝修行，默默念叨着口诀，体内的透明灵根像扎根于虚空里的庞大根。默默念叨着口诀，体内的透明灵根像扎根于虚空里的庞大根须，慢慢汲取着空气中的灵气。很快便有一缕缕灵气自4面8方汇集而来，化作一丝丝纯净灵力。我不知疲倦地修炼着，直到天亮时，一缕4目阳光将我晃醒，徐徐睁开眼，带着期待跳下床，运转丹田，提气挥出双拳，一缕空气被压缩的轻微爆鸣声落入耳中。炼气2层，一夜之间炼气2层，江洛熙突破炼气1层，花了整整3天吧。但我没有骄傲自满，只是炼气2层还不够。我尝试继续修炼，却发现汲取灵气的速度缓慢了许多。炼气境越到后面，则需要炼气液配合。蓦地，父亲临终前让我把他随身携带了10年的匣子埋在坟前，叮嘱种子没发芽之前不得挖出来。既然父亲能留下那么神奇的种子，神秘匣子里一定也装着不简单的东西。我起身开门，却听到隔壁院子里江如雪的哀求声。柳姨，这是本月族中发给我的资源，求你不要抢走。柳英霜带着2个贴身丫鬟，把江如雪逼到墙角。丫鬟摁着她的双手，柳英霜从她怀里摸出一瓶炼气，脸色微寒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想送给凌晨这个废物用，你想让他赢，做梦。柳英霜将炼气液狠狠摔在地上，珍贵的灵液洒了一地，和泥土混在了一起。江如雪挣脱炼气液狠狠摔在地上，珍贵的灵液洒了一地，和泥土混在了一起。江如雪挣脱丫鬟扑在地上，想抓起灵液浸湿的泥土挽留一些。一向温顺的她，气得眼中含泪。小凡已经很可怜了，你们为什么这样欺负他？连一瓶炼气液都要如此为难。柳英霜不以为然地拍了拍手掌，炼气液是我们江家的，他有骨气就自己弄去。他扭着腰肢，心满意足地离去了。江如雪无助地蹲在地上，自责地抱膝啜泣。这时我来到他身后，一只手搭在了他背上，轻轻拍打着。他惊得扭头一看，发现是我，更加自责了，倒在我怀里泣不成声。对不起，小凡，我真没有，我应该再小心一些。我轻轻拍着他薄薄的后背，傻瓜，我谢谢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？江如雪红着眼帘，可那是唯一能给你的炼气液了。我何德何能有这样一位未婚妻？柳英霜有一句话我是认可的，一个男人靠女人帮助才能赢。快回去休息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江如雪沉默许久，点了点头。你尽力而为就好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怪你。说罢，他离开了江府，向着郊外盛产灵草的云雾山而去。他不忍心我孤立无助，还是想尽自己的努力帮我。与此同时，我也离开江府，来到了郊外坟山。爹，孩儿不孝，来看您了。跪在坟前，烧了许多纸钱和蜡烛，脑海里回忆起和父亲相处的岁月。父亲沉默寡言，喜欢喝酒，醉酒时指天怒骂，像在宣泄不公。清醒时看着月亮，泪流满面。爹，我要娶亲了，不过不是江洛熙，是你更喜欢的江如雪。你曾说她更适合当我老婆，性子温柔，恬静知礼。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你要是还活着，肯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巴。等我们成了婚，一定带她来见你。但孩儿遇上了一点麻烦，需要开启您留下的匣子，叨扰到您安宁，请您原谅。叩首再三，扬起锄头挖掘墓碑前的坟土，足足挖了3尺深，终于挖到一个黑色木匣。我将它抱起来，目露诧异，在地下埋了3年，也没有蛇虫鼠蚁啃食，似乎这个木匣本身就不是普通物品。咔嚓一声，木匣被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2只玉瓶，里面安静躺着碧绿色的灵液，中品炼气液。我大喜过望，我就知道父亲肯定会给我留修炼资源，连忙将炼气液拿起来，发现底下还有一封信函和一份竹简，颤抖着拆开信函。小凡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父亲已经死去3年了吧？你的种子是否发芽了呢？是否健康呢？如今又是什么模样呢？父亲好想知道，可惜已经看不到了。2瓶中品炼气液是留给你突破眼下境界，但最重要的是底下那份竹简。父亲资质平凡，参悟一生只领悟到一点皮毛，勉强成为了2星魂师。希望我儿能够超越为父，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大魂师，如此便有自保的本钱了。最后，这木匣是你娘留给你的，她曾说，成为5星魂师后便可打开木匣的暗层，没能开启暗层是父亲最后的遗憾。如果有一天你开启了，记得烧纸告诉父亲里面是什么。加油吧，我儿，你的一生会有很多波折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，好吗？泪珠一滴滴落在信函上，我仿佛看到父亲在面前做最后的告别。爹，孩儿一定努力活着，一定。良久，擦掉眼泪，郑重收好信函。原来父亲曾是一位2星魂师，魂师是这个世界最尊贵的职业，没有之一。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灵魂力量，施展种种玄妙的灵魂神通，还能炼制武者所用的灵丹。孤州城的秦家之所以能成为第1炼药世家，便是因为每代家主都会继承一件能短暂提升灵魂力量的传家宝，提升后的等级大约是魂师学徒水平。饶是如此，也让秦家在整个孤州城称王称霸。我翻开竹简，上面是一个个奇怪的扭曲文字，看着看着便觉头晕目眩。太乙魂术上篇，著作者8星魂师逍遥大尊。灵魂强大者方可辨别文字，愚者观阅轻则头痛剧烈，重则灵魂毁灭，慎重修行。我
能辨别毁灭，慎重修行。我能辨别，说明灵魂高于常人，拥有成为魂师的资格。韩熙坐在坟前，静静消化所看到的内容，仅仅半日就两眼睁开。爹，我好像学到了一些运用灵魂的方法。喝下一瓶中品炼气液，另一瓶塞进怀里。不久后身躯一震，突破炼气3层了。把坟前的坑填好，向着附近墓碑拜了拜，便起身回城。但我并未回蒋家，而是来到了一间生意萧条的珍宝阁。珍宝阁是孤州城第2炼药世家陈家的店铺，陈家没有秦家那样的传家宝，只能炼制粗陋药品，生意远不如秦家。我换了一身宽厚黑袍，戴着面具走进店铺。我掏出怀里的中品炼气液，放在柜台上换东西。掌柜目光扫过去，取出微微一怔，旋即从靠椅上跳起来，快步走过来惊呼：这莫非是中品炼气液？10年了，我竟然又见到了中品炼气液！快给这位大人上茶，上最好的茶！我面无表情摆了摆手，茶就不必。我想交换以下材料，贵店能给多少？拿起柜台上的笔，写出炼气液的材料。掌柜更激动了，站直的身子情不自禁弯下来。阁下难道是一位魂师？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掌柜吓了一跳，连忙抽了抽自己嘴：小人多嘴，大人请见谅。废话少说，能换多少？大人请见谅。废话少说，能换多少？掌柜连忙道：按市价，一瓶中品炼气液1万两银子，炼气液材料1000两一份，可以换10份。不过如果大人还有更多炼气液卖给我们，我可以做主给您11份。略一思索，我颔首，可以。掌柜大喜过望，取来11份材料，搓着手道：不瞒大人，明天就是孤州城炼药世家的展示会，您若有多余的炼气液，能否在大会上卖给我们，让我陈家长一长脸？我微微颔首，尽量。旋即离开珍宝阁，确认没人跟踪，便找到一个巷子卸下伪装，从容走回街道。刚走没几步，忽闻一声冷笑：哟，这是谁啊？陆征满面春风，骑着马，身旁跟着秦长生。发现我便勒住缰绳。陆征看了眼不远处的珍宝阁，沈笑道：秦家主，有些人白日做梦，想买到下品炼气液的。秦长生淡漠：这孤州城除了我秦家，别的地方不会有炼气液。你在珍宝阁求炼气液，只怕求错地方了。陆征戏谑道：求我给炼气液，还不如求我放他未婚妻嘛呢。打马大笑而去。秦长生蔑视道：炼气液就不要想了，我秦长生在一天，你一辈子都别想得到一币。我耸耸肩，下品炼气液狗都不要。不多时，一币。我耸耸肩，下品炼气液狗都不要。不多时，珍宝阁里大人物莅临。陈家大小姐陈思玲，面容精致，身材高挑，眸中睿智，代父主持家族事务。她听了掌柜的汇报后道：你处理得非常好，既给了这位魂师好处，拉近关系，也没有怠慢。接下来咱们能不能攀上这位魂师，就看他心情了。若他能在展示会上给咱们提供中品炼气液，咱们就能与秦家一争高下。话说我回到府中，便听得府内忙作一团，找，快给我找！挖地3尺也要把江如雪找出来。什么？如雪不见了？我心中一慌，想起早晨她忽然离去的画面，蹦出一个不好的念头：这个傻丫头该不会跑去找天才地宝了吧？天都快黑了还没回来，难道遇上危险了？我赶忙跑出城，向着云雾山而去。江大美人，别挣扎了，不然掉下去摔成肉泥多可惜啊！一座悬崖边，3个胸口绣有蝙蝠的壮汉狞笑盯着悬崖下死死抓着藤蔓的江如雪。他手掌磨出森琛血迹，体力透支，脸色苍白，身体发颤不已，脚下则是云雾翻滚的万丈深渊。快上来吧，我们只是想抓了你，向陆征讨要赌债而已。但他们贪婪的眼神一刻没离开过江如雪，一旦被抓到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。江如雪紧咬牙关，休想！为首的汉子失去耐心，拉他上来。2个壮汉强行把藤蔓往上拉，江如雪看着子失去耐心，拉他上来。2个壮汉强行把藤蔓往上拉，江如雪看着自己逐渐被拉上去，心中凄然，红唇一咬，惨然道：小帆，对不起了，这辈子嫁不了你了。他手掌一松，就要跳进深渊。就在这时，一串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紧接着一个拉藤蔓的汉子被人一脚踹下山崖，惨叫着坠入云中。另外2个汉子大怒与来人交手，很快又有一个惨叫着倒地，仅剩的一个心惊胆战，一边跑一边吼：敢杀我血符宫的人，你死定了！江如雪心中一惊，刚才3个血符宫的人，一个炼气3层，2个炼气2层，一个脑袋探了出来，他顿时愣住。小凡，我沉着脸把他拉上来，拍了他一下，吼道：谁让你来这的？江如雪自责地低下头，默默举起染血的手掌，掌心还有一株灵气盎然的草药，弱弱道：我只想帮帮你。看着被磨破了皮却仍然不肯丢掉草药的手掌，我心中刺痛，一把将他搂进怀里。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了，我不想你出事，知道吗？靠在我胸膛里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，身心放松之下，带着深深的疲倦就这样睡着了。我不忍心惊醒他，在血符宫的尸体上摸了摸，找到一枚令牌，城主府曾发悬赏令，杀血符宫1人可入城主府灵池修炼1次，不少人都在里面突破过。收好令牌，四周以漆黑一片，看不见下山的路，只能找到一处安全洞穴，带着如雪突破过。收好令牌，四周以漆黑一片，看不见下山的路，只能找到一处安全洞穴，带着如雪过夜。守着他的同时，我也没闲着，取出珍宝阁换来的材料，尝试炼制炼气。翌日天明，我望着地上一堆灰烬，心疼道：浪费了3份材料，但身旁有8瓶灵液，上品炼气液7瓶，极品炼气液1瓶。看来我比父亲更有天赋，已经能炼制出上品炼气液了，而且状态极好时还能炼出极品。迫不及待拿起极品炼气液
喝下去，强劲无比的药力散发出10倍于下品的灵气，撑得我身体肿胀，赶紧盘膝修炼，飞快消化。1个时辰后，炼气4层，而且距离炼气5层不远。江洛熙从3层突破4层，每天都喝下品炼气液的情况下，花了整整10天，我只需1瓶极品炼气液就成功。感受着炼气4层的强大，我忍不住望向身旁熟睡的美丽脸庞，微微一笑：“如雪，这次我保护住你了。”江府，陆琛汗流浃背，脸色有些难看，他望着身前10瓶空炼气液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都喝光了，怎么还没突破？柳映霜也一头雾水，9品灵根外加10瓶下品炼气液，一头猪都该突破了。陆琛却纹丝不动，他只得安慰道：“真儿，欲速则不达，或许是你急于突破，影响心境了。反正你也没输，凌晨1枚灵根，2枚炼气液，更不可能突破。你们算打了个平手。”陆琛不屑道：“他也配跟我比？我没突破只是暂时的，他一辈子都别想突破。走，去大堂分高下。”江府大堂，我和江如雪踩着晨光归来。小凡，他望着江家大门，迟迟不敢迈进去，因为这是一场注定会输的比试。结果就是她要嫁给陆征。他咬着嘴唇道：“输了也没关系，不要自责，我不会怪你的。”如果我真输了，她绝不会转嫁给陆征，大不了再死一次。我握住她的手，从容道：“我说过会保护你，现在以后皆如此。”说完，牵着她的手迈进江府大门。10年寄人篱下，一朝扶摇青云。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面对江家人的目光。我要证明自己不是废物，我凌晨配得上江如雪。数10个江家老少族人全都到场，一些年轻女子花枝招展的围着陆征攀谈。江洛熙也时不时与他说上2句。听到我回来，江洛熙脸上笑意全无，还以为你不敢来呢，总算还有点男子气概。族人们纷纷将陆征和我对比，尖酸刻薄的更是直接出言不逊。我面无表情，10年里风凉话听得太多，早已麻木，没有任何废话，往堂中一站，身姿挺拔，扬笔写道：“什么时候开始？”自信的气场让众人脸色微变。江洛熙目露诧异，忍不住上下打量我。今日的我给他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，似乎有一股源自骨子里的自信。但他轻轻摇了摇头，早有结果的比试，什么时候开始不都一样？柳映霜轻碰茶盏，慢条斯理道：“凌晨比试的赌约你还记得吧？如果你不如陆征，如雪就要嫁给他。”我淡漠地望着他写道：“如果陆征输了，也请你管好自己的侄子，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柳映霜一把将茶盏摁在桌上，凤眸涌动恼意：“寄人篱下的东西也敢这样跟我说话？征儿输了，自然没脸再求。你若输了，也从此滚出江府，我江家已经不欠你了。”我双手背负，傲然挥笔：“好，那就一分高下。”柳映霜道：“征儿，出手吧，全力施为，哪怕没有突破，只要比此前有精进也算赢。反正凌晨不可能突破。”陆征自信提步来到堂中，与我遥遥对峙，脸上轻蔑，几乎写满，跟9品灵根一较高下。你林家列祖列宗要是知道，也会脸上有光的。他抬起双拳朝空中狠狠一挥，砰啪，炼气5层圆满的修为打得空气巨颤。江洛熙不由愕然，没有突破，不应该啊！10瓶炼气液，哪怕是他这样的6品都该突破才对。族人们也面面相觑，9品灵根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。修行一道步步艰难，短短3天从炼气5层精进至圆满，已经很不错了。陆征闻言挺起胸膛：“如何啊，凌晨？虽然我没有突破，但至少精进了。你还是说……”我抬笔一笑：“9品灵根，秦长生鼎力支持，就这。”柳映霜拍着桌子：“天上真龙，你一介地上爬虫，有何资格讽刺？真龙！”我笑容更甚，抬起拳头朝空气猛挥一拳，一缕精纯灵气震动了空气，也震动了所有人的眼球。炼气1层，小凡，你突破了。江如雪黯然的脸孔像春天原野百花盛开，她捂着嘴惊喜低呼：“江洛熙眼瞳一震，他有灵根。”陆征瞪大眼睛，无法接受自己堂堂9品灵根天骄会输给一个废物。我笑着提笔写下：“我林家列祖列宗，要是知道我赢了9品灵根，会更加脸上有光。”陆征方才的嘲笑像耳光狠狠打在自己脸上，让他攥紧双拳，恼怒不已。柳映霜冷道：“炼气1层而已，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突破1层和突破6层有可比性吗？”我只是一笑，抬手再度挥出一拳，空气啪的轻微爆鸣。我抬笔淡笑，然后呢？江如雪震惊的合不拢嘴：“炼气2层，你竟然3天突破炼气2层？”江洛熙都坐不住了，我都做不到3天突破炼气2层，你都坐不住了，我都做不到3天突破炼气2层。凌晨，你此前真的是没有灵根吗？可他随即意识到问了一句废话，我是在江家人瞩目下3次前往检测他的，此前若有灵根根本藏不住。陆征瞳孔一震，满眼恼意，突破1层已经胜了，突破2层简直是碾压。柳映霜大吃一惊，仍强自狡辩：“炼气2层也不难，勉强追上陆征的进展。”然而话音刚落，我又对着空中打出一拳，清脆的爆响声仿佛一耳光打在所有人脸上。我冷冷一笑，提笔喝问：“再然后呢？”江洛熙惊得一下站起来，把凳子撞倒都不知道。炼气3层不可能，3天突破炼气3层，就是9品灵根都不可能。凌晨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以一种敬畏的全息目光注视着这位废物了10年的少年。我单手背负，一手提笔挥写，真龙又如何？9品灵根又怎样？给我时间，通通踩在脚下。眼壁当众搂住江如雪，执笔一挥：“如雪是我凌晨之妻，谁也抢不走。”陆征只觉奇耻大辱，后道：“姓林的得意什么？不怕告诉你，天机阁的人已经在路上了，到时候我就直接进入天机阁，而你呢，一只炼气3层的臭虫罢了，跟我比，你不配。”拂袖而去，我耸层的臭虫罢了，跟我比，你不配。拂袖而去，我耸耸肩。我对陆征的9品灵根一直持怀疑态度，自己不过透明灵根
根就可3天炼气4层，没道理9品灵根连1个层次都突破不了。天机阁之人来时肯定会核实他的灵根，那时候他真的还能检测出9品吗？柳映双今日颜面扫地，狠狠瞪着我。好，你有灵根了不起了是吧？本来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不要聘礼。既然你这么有能耐，10天后给我准备好丰厚的聘礼。拿不出来，别怪我毁约，把江如雪嫁给别人。刚开心没多久的江如雪，忧愁又浮上眉梢。小凡，恐怕我那些碎银子远远不够了。柳姨诚心为难你，但我现在不会发愁，因为我是一位魂师，一位可以炼制高昂丹药的魂师。如雪，我去修炼了，你不要再随意外出，知道了吗？江如雪乖顺的点头。去吧，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。她欣慰地望着我匆匆而去的背影，眼里充满憧憬。姐姐，你错过了真命天子。江洛熙走到她身旁，惋惜道：“3天突破炼气3层，在9品灵根面前其实不值一提。未来的陆征，凌晨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。”江如雪却注视着我的背影，心里满足道：“陆征再强，与我何干？凌晨才是值得真心托付的人。”江洛熙侧头望着江如雪那充满幸福与期待的面容，心托付的人。江洛熙侧头望着江如雪那充满幸福与期待的面容，觉得有些刺眼。凌晨真有这么好吗？城主府前宽阔街道两侧排满了摊子，今日是全城炼药家族的展示大会，大大小小的炼药者都来展示自己最优秀的药品。秦长生在秦家宽广的站台上展示最畅销的下品炼器，围观者如山如海。对面同样宽广的陈家站台却门可罗雀，巨大的反差让陈思林心绪难平。那位前辈真的会来吗？掌柜苦笑，魂师大多性格孤僻，他来不来全凭心情。更让他们不安的是，秦家那件传家宝似乎激发出了更强的能力。据说秦长生已成功炼制出1瓶中品炼器液，陈家唯一的出路便是抱上那位魂师的大腿。这时我来到了2家展台中央，秦长生发现了我，嘴角一勾：“下面那位少年大家认识吧？凌晨被我封杀了炼器液购买资格，病急投医跑去陈家珍宝阁求药无果。算时间，他现在已经输了比试，被赶出来了吧？1瓶炼器液让他丢了老婆，诸位不想落得这般下场吧？所以能买的赶紧买。”一则活广告立刻让观望的舞者蜂拥而上。秦长生戏谑道：“林公子，你这个反面教材可比我说1000句话还管用。”戏谑道：“林公子，你这个反面教材可比我说1000句话还管用。要不你来我秦家，每天讲讲你怎么因为1瓶炼器液赔了老婆的故事。”我玩味一笑，提笔写道：“秦家主，你笑得太早了。”秦长生哈哈一笑：“被你说对了，我还有更好的消息没宣布呢。”我笑容更深，希望你最后笑得出来。转身进入巷子，不久后，巷子里走出一个身披长袍、脸戴面具的神秘人。这个人将是秦长生和整个秦家的噩梦。我登上陈家展台，陈思林正来回踱步，冷不丁瞥到黑影，微微蹙眉。掌柜只一眼便认出装束，心脏砰砰狂跳。大小姐，是他！陈思林连忙上前：“思林参见前辈。”我直入主题：“你们能吃下多少炼器液？”陈思林喜色暗藏：“我陈家准备了10万两银子，按市价可吃下10瓶中品炼器液。”我皱眉：“我现在没有中品炼器液，只有上品。”陈思林误以为是价格不满意，解释道：“对面秦家已炼制出中品炼器液，往后价格肯定会低于1万两，我们是赔本赚吆喝。”我平淡道：“我不卖中品。”陈思林一愣，我默默掏出1瓶摊在掌心：“我只卖这个。”陈思林瞳孔巨缩，炼制中品与上品是2个概念，前者1品魂师即可，后者最低需要2品魂师，而2品魂师整个青云宗也只有一个。掌柜直接惊呼出声：“上品炼器液，不想收购吗？”我反问：“想要当然想要。”掌柜连忙道：“只是前辈想多少卖？1万两。”陈思林眼眸里生出一丝怀疑：中品都要1万两，上品怎么才这个价？直到我又取出3瓶放在身前，平静道：“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让秦家垮掉，办得到吗？”陈思林恍然，难怪如此便宜，原来这位前辈与秦家有仇。他当即做主：“如果前辈可以长期以此价格供应，整垮秦家有何难？”我看了眼对面眉飞色舞的秦长生：“好，给我材料，现在就大量炼制。”陈思林立刻命人安排好材料和炼药场所。日上中午，展示会到了人最多的时候。秦长生朗声一笑：“诸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们秦家成功研制出了中品炼器液，售价13000两银子。”全场轰然雷动。但就在这时，诸位，我陈家也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喜讯。陈思林满面轻笑，捧着一个盖着红布的托盘。秦长生皱眉：“故弄玄虚，想跟我秦家对着干，得有真材实料。”陈思林唇角微勾，掀开红布：“我们陈家今天开始将限量提供上品炼器液，1瓶上品炼器液赫然展现，现场爆发出震天喧嚣。上品1瓶效果堪比5瓶下品啊！这可是青云宗弟子才能享受的顶级灵药。”秦长生瞳孔巨震，陈家哪来的上品炼器液？他慌了，眼看自己展台前的客人全都涌向对方，急忙吼道：“大家别激动，上品炼器液至少5万两银子，你们确定买得起吗？”然而陈思林嘴角一勾，为答谢新老客户，限期1个月内上品炼器液的价格是12000两银子。什么？比秦家13000的中品还便宜？傻子才不买啊！秦家主，刚才在你们这买的退了，退钱！人群瞬间炸开，一波冲上陈家展台，一波冲向秦家退货，混乱持续到黄昏。秦长生看着满展台退回来的下品炼器液，满眼血丝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咬咬牙，他低喝道：“不管你背靠谁，想整垮秦家还太嫩了。我帮了陆征这么多，他也该把身后的护道人请出来帮帮我们了。”陈家后台临时帐篷里，我喝了口茶，一天下来总共炼出50瓶上品，10瓶
极品炼器液，极品自己留着，上品以50万两卖给陈家。陈思林捧着银票款款走来，前辈，这是您的50万两银票。我面无表情收下，明日我会再炼制一批，你们准备好银两和材料交换就是。前辈且慢，银两和材料交换就是。前辈且慢。陈思林道，上品炼器液足够击垮秦家半壁江山，可他们还有下品炼器液，依旧能苟延残喘。前辈可否炼制一些下品？我盯着前方出神，下品不是不能炼，只是需求量太大，没日没夜都未必够。我的主要精力应在修炼上，为了对付秦家浪费时间不值得。可不可以培养几个魂师学徒专门炼制？陈思林脸色微微不自然，因为我盯着的方向恰好是他胸前。我反应过来道，抱歉，我在思考要不要培养几个魂师学徒专门炼制下品，不过此事急不得，等有空再详谈。陈思林却怦然心动，培养魂师学徒，经长生有传家宝相助，也才学徒水平。要是陈家有了魂师学徒，便再也不愁。只是我刚引起他兴趣就搁置了。再联想刚才盯着他胸口出神的样子，他显然误会了什么。贝齿轻咬红唇叹息，他是在暗示我吧？果然男人都一样。沉吟良久，他道，把破望水晶取出来，等他明日来府上，我要看看他的真容。又补充道，我听说如雪订婚了，让掌柜请他来府中做客，把未婚夫也一起带过来。她那么漂亮，一定是寻了一位极优秀的大族公子吧？掌柜苦笑，小姐恐怕还不知道，她的未婚夫是凌晨。陈思林一怔，那个寄居在江家的凌晨，他不是个哑巴，而且没有灵根吗？如雪疯了，不行，我不是个哑巴，而且没有灵根吗？如雪疯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劝他放弃这桩婚事，也要劝凌晨。堂堂男子汉靠自己不行吗？离开展会后，我并未回江府，而是来到城主府门口，取出那枚血符宫令牌。小小年纪就能击杀血符宫的人，英雄出少年，你有资格进入阴云灵池修炼一次，跟我来。城主府一角有2间并排密室，密室之下是不断蒸腾着浓郁灵气的阴云灵池。当我到时，密室前已有一个紫衣女子，她生得极高，腰肢不盈一握，一张精致容颜冰冷而拒人千里，宛如画中仙子。她只轻轻扫我一眼，就看出修为。炼气4层圆满，来晚了。说罢，自己选了一间密室入内修行。阴云灵池已开放3年有余，灵气大不如前，只有炼气1、2层的武者才有机会突破。炼气4层以上想突破，除非灵根极其优秀或具备高阶心法。优秀灵根和高阶心法，我微微颔首，进入了另一间密室。不久后，城主叶继风匆匆赶到。柳仙子进去了，已经在修炼了。青云宗宗主之女，不能怠慢。她若出关，立刻通知我。发现另一间密室也有人，皱眉问了问，最后道：罢了。一个无名少年影响不了柳仙子。我已进入忘我修炼，透明灵根宛若巨树，影响不了柳仙子。我已进入忘我修炼，透明灵根宛若巨树根系贪婪汲取周围灵气，清风真经同时运转加快吸收，两者同时发挥作用。此地灵气仿佛受到召唤般纷纷涌向我。隔壁的紫衣女子陡然惊醒，感受着灵气流向，冰冷脸孔上划过疑惑。我修行的是我宗最高心法，灵根也是7品，灵气应该流向我才对。他重新运转心法，试图抢夺灵气，然而密室中的灵气非但没留住，反而以更快速度流失。难道对方灵根远在我之上？他索性放下修炼，来到密室外，透过门缝感知，一股股惊人灵气正被吞噬，像里面有一口黑洞。汲取速度这么快，莫非他就是检测出来的那位9品灵根？他紧盯石门，眼中透着较量之意。这次他背着父亲偷偷跑出来，就是要亲眼见一见这位震惊世人的9品灵根到底有何优秀之处。密室中传来闷响，一股炼气5层的波动传来。他突破了，此地灵气这么稀薄，他居然成功了。紫衣女子也浮现惊色，情不自禁捏紧拳头。不愧是9品灵根，但以我的灵根和功法，也可以勉强做到。9品似乎比我强不了多少。然而一盏茶后，密室内再度爆鸣，一股炼气6层的强横波动席卷而出。紫衣女子俏颜终于展露爆鸣，一股炼气6层的强横波动席卷而出。紫衣女子俏颜终于展露金色。一盏茶的时间，从5层突破到6层。他自问，拼尽全力也做不到。一丝苦涩在嘴角浮现，这就是9品和7品的差距吗？但他仍有最后的倔强。他也到此为止了。6层到7层是一道天堑，当初我花了整整10天才突破。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密室内再无动静，似乎印证了他的判断。眼看时间即将结束，守卫队长上前敲门准备提醒，可突然一股更强横的气流自密室中横扫而出，守卫队长差点没站稳。炼气7层，短短1个时辰，从炼气4层圆满突破到炼气7层。紫衣女子冰冷的容颜再也无法淡定，一双清冷眸子写满震惊。不可能，9品和7品只差了2品，差距怎么会这么大？遭受无情打击的他，道心都差点崩溃。引以为傲的7品灵根，在9品面前竟差了10万8千里。我浑身大汗的离开密室，看到紫衣女子也在外面，意识到自己的修炼干扰了她，赶紧抱拳：“这位姑娘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”紫衣女子复杂的望着我，把我的样子深深刻在心里，银牙微咬道：“我叫柳青仙，记住我的名字，等你追上我的境界，会与你一决高下。”说罢，取下腰间紫色令牌甩给我，拿着，遇到生命危险取出来，你可别死了。甩袖而去，留下我一脸懵，我怎么塌了？好端端的要跟我一决高下，还甩给我一枚令牌，挠挠头迷惑的离开。柳青仙离开孤舟城，乘白鹤飞去，飞出不久，头顶被一朵阴云罩住，抬头一看，是
是一只巨大蓝色大雕，上面负手而立一位气质凌厉的中年人。看到此人，他大吃一惊，赶紧跪拜。青云宗弟子柳青仙，见过天机阁陈副阁主。此人正是天机阁12位副阁主之一陈正道，来带走陆征的天机阁之人。你父亲到处找你呢，看了眼脚下孤舟城，便知他来意。见过那位九品灵根了，如何？他太欺负人了。陈正道愣住，记忆里柳青仙可是谁都不服的性格，竟然委屈的哭了。听完经过，陈正道也笑不出来了。不可能，一个时辰，普通灵气值，炼气4层圆满到炼气7层，我是8品灵根，修行速度也不及你说的一半。看着陈正道也吃惊的模样，柳青仙心里舒坦，8品灵根不也被打击了？陈副阁主亲自去检验不就知道了？反正我把青云令给他了，很好认。告辞。哼着欢快调子，陈白鹤离去，陈正鹤离去，陈正道愕然自语：9品和8品的差距真这么大？我倒是不信了。江府，我回来时发现府中乱作一团，仆人们慌忙摆放花篮擦洗桌椅，连江正衙都亲自上阵。怎么了？刚才城主命人快马加鞭通知我们，天机阁的大人来了。那位来带走9品灵根的天机阁之人终于到了。凌晨，愣在那干什么？还不快干活！坏了我的大事，你10颗脑袋也担待不起。我随手将抹布丢在地上，抬笔写道：“你的事与我何干？”真是蠢货！今天是我平步青云的日子，外面多少人想抱我大腿，我都没空搭理。一有机会给我擦擦椅子，却不珍惜。真儿，理会这个哑巴干什么？有些人一辈子低贱，这都是命。闻讯赶到的秦长生拱手笑道：“陆公子，老夫恭喜了。小小贺礼不成敬意，还望日后提携我们秦家。”身后几个壮汉抬着好几箱下品炼器引得众人倒吸凉气，少说30万两银子。陆征来者不去收下。秦家主来的正好，在场干活的人1人1瓶，当然某个自以为是的人就别给了。于是族人家丁都惊喜地收获一瓶炼器，唯独我两手空空。凌晨，开始后悔了吧？凌晨。开始后悔了吧？一瓶下品炼气液就这么错过了。我揉了揉胸襟，让里面的10瓶极品炼气液不要那么个人，才不疾不徐的抬笔写：“我要是你没有进入天机阁前，绝不收这份礼。”瞧瞧，他做梦都想成为我呢。我愿意送，陆公子愿意收，用得着你多管闲事。我看向秦长生，玩味一笑，我只是担心秦家主鸡飞蛋打，后悔不已。我抱上了9品灵根的大腿，实在想不出后悔的理由。就在这时，一股狂风袭来，蓝色巨鹰缓缓降临江家上空，一道散发着绝强气息的身影纵身落下。陆征呼吸一凝，看向我道：“凌晨，我陆征高光的时刻到了，你就好好看着我是如何礼跃龙门，成为9天真龙的吧。”随着陈正道落地，江正衙带着陆征率领江家上下集体出门，跪地迎接，恭迎天机阁大人驾临。陈正道面带笑意，轻轻颔首：“我是天机阁副阁主陈正道。”副阁主，在场之人皆震惊不已。本以为来的不过是一位执事之类的人员，谁知竟是一位副阁主。天机阁对9品灵根的重视程度远超想象。你们谁是9品灵根？众人齐刷刷将目光投向陆征，羡慕、嫉妒、欣喜的目光交汇在一起，让陆征万分自豪。他拱手道：“晚辈陆征见过陈副阁主。”陈正道连忙上前亲自将他搀扶起来。不错不错，一表人才。陈正道笑着握住陆征的手：“不用紧张，说起来我们也算半个老乡。我出身隔壁碧柳城，30年前检测出8品灵根，震惊天机阁；30年后你又检测出9品，再度震惊天机阁。这是咱们的缘分。”众人恍然，原来陈正道便是当年那位8品灵根的碧柳城天骄。他主动攀交情拉拢陆征，意味着陆征去了天机阁必定会受到照拂。秦长生激动地握紧拳头自语：“我就说我秦长生一辈子就没选择错过。”陈正道与陆征交谈良久，感情熟络后才步入正题。众人移步大堂，陈正道独坐上位，其余人大气不敢喘地站在两侧。小陆，你9品灵根的威力，我在路上可就听说了，连青云宗那个冷冰冰的丫头都被你气哭，可否现场演示一下？陆征点头，迈步来到大堂中央，但他觉得单纯运转灵根不足以体现9品的强大。陈副阁主，能否换成切磋的方式？陈正道不假思索点头。你想与谁切磋？陆征心底冷笑，抬至指向两手拢在袖中，神态征心底冷笑，抬至指向两手拢在袖中，神态自若的我。凌晨，敢不敢再与我比一把？陈正道顺着他手指看到了我，发现我只能提笔写字回应，不由诧异。一个哑巴。陈副阁主有所不知，我的心上人被他以一纸婚约夺走，为了抢回爱人，我与他比试，谁知他动用歪门邪道赢了我，我不服，想请陈副阁主当见证人，看我如何堂堂正正夺回心爱之人。陈正道微微皱眉，一个哑巴能欺负得了9品灵根？柳映霜赶忙出来掩饰：“回禀陈副阁主，确实如此。这凌晨仗着曾经对我们有恩，便强迫我大女儿嫁给他。”他余光扫向江家族人，威逼他们帮陈说谎，但或许出于良心，或许慑于陈副阁主威严，都不敢吭声。秦长生却眼珠一转，立刻道：“陈副阁主，在下以秦家信誉保证，确有此事。”有2人担保。陈正道脸色微冷，略带威严地看向我：“挟恩自重，与强抢无异，你可敢凭本事与陆征较量？”一旁的江如雪惊呆了，明明是江家忘恩负义改变婚约，怎么成了我挟恩自重？他张了张嘴要解释，我却阻止他，抬笔写道：“我多说无益，拳头能解决的事，无需与人争辩。”旋即看向陆征，怎么比？后能解决的事，无需与人争辩。旋即看向陆征，怎么比？
自然是比实力。我提笔一划，好。陆征心底冷笑，他可是炼气5层，这几日更偷偷修炼了江家的江氏剑法，而我在他看来不过是靠运气凑巧突破到炼气3层罢了。陆征拔出佩剑，遥遥指向我。今日他要踩着我的脸，抢走我的女人，向世人证明九品灵根的强大。我依然不去，负手来到大厅中央，随手向他勾了勾手指。有多无知才会挑衅九品灵根？待会儿他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时，我也问问他后不后悔。陈正道也轻轻摇头，面对九品灵根都敢如此托大，此子过于自负了。陆征被激怒，冷哼一声，一式力劈华山，以炼气5层的强大灵力用力斩来。我笑了笑，这么多天，陆征一点长进没有。剑影袭来，我释放出炼气6层的灵气，裹挟灵气的手指轻轻弹在剑身上，远超陆征能承受的距离，瞬间把剑弹飞出去。陆征愣了下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。我改指为掌拍向其面门，他慌乱运转灵力，吼着一拳对上来，试图挽回面子。然而对轰的结果，陆征100来斤的身体被一掌拍飞，砸翻茶几才停下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剩我淡然胆衣袖的声响，以及提笔勾勒的一行字：九品灯。死一般的寂静，只剩我淡然胆衣袖的声响，以及提笔勾勒的一行字：九品灵根。不过如此，九品灵根败了，还败得如此干脆。江洛熙俏眸闪动，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满嘴是血的陆征。刘银霜心疼地向其搀扶起来。征儿，你是不是太大意了？秦长生也赶忙掏出一粒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疗伤丹药，塞进陆征嘴里。陆公子，千万别因为10年交情就大意，陈副阁主看着呢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将陆征的落败当作意外。但陈正道微微皱眉，明明柳青仙说亲眼目睹九品灵根从炼气4层圆满突破到炼气7层，为何反被一个炼气6层的武者轻易击败？他不禁盯着陆征重新打量。你真是九品灵根？若是欺骗于我，可知是何罪？江家众人吓了一跳，这一败竟动摇了陆征身份的真假。陆征瞳孔一缩，赶忙站起来。陈副阁主，晚辈对天发誓，绝未欺骗。当时确实检测出九品灵根，刚才是轻敌了，我愿再战一次。陈正道微微颔首，又看向我。你意下如何？他赢不了我。刚才我压制了境界，动用不足1半的实力，陆征都赢不了。他不是什么九品灵根。陆征心头大怒，宛若发怒的狮子。姓林的，偷袭算什么本事？你给我跪下！他再度抓剑恶虎般扑来，太想赢我，出手间反而处是破绽。我看准时机，轻描淡写避开一剑，一脚正中他胸口。陆征再次倒飞而去，这次嘴里吐着血，受了内伤。2次落败，江家上下彻底无言。越来越多的族人看出蹊跷，开始质疑九品灵根的真假。陈正道也轻轻哼了声。九品灵根就这？他随手掏出一把小巧迷你的青铜尺，扔在陆征面前，重新检测一次。陆征一把握住青铜尺，含怒瞪着每一个人。江正雅，本想带着江家一起腾飞，可惜你们怀疑我。陆公子，我相信你。陆征拍了拍他肩膀，他五指一握青铜尺，波动从底部涌起，1品、2品、3品，到3品便缓慢下来，宛如蜗牛般往上爬。3品下等，3品中等，最终在距离3品上等仅有发丝距离时，再也攀爬不动，全场死寂。9品灵根的陆征再次检测结果竟然是3品中等，陆征自己都呆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检测出了9品灵根，一定是青铜尺有问题。江洛熙终于忍不住站起来，一把捏住青铜尺，波动不断上涌，一路冲破3品大关，达到湛蓝色区域。6品灵根。江洛熙望着陆征，如释重负道：看来青铜尺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你的检测结果。全场轰然。搞什么鬼？他根本不是9品灵，他根本不是9品灵根。哎，我对他阿谀奉承好几天，恶心死了。你算好的了，有人主动现身，让他白白糟蹋了呢。那也不过失了身子。你们有倾家主惨吗？30万的贺礼全收了，还分光了。住嘴！我家征儿肯定不是3品中等。娘还在侥幸吗？他第一次和凌晨比试时就该看出来了。3天时间，9品灵根外加秦长生的炼气液支持，竟然还不如凌晨。那时我就怀疑他的灵根了。他语速轻快，压抑许久的心终于解脱。他才是孤州城第一天骄，6品灵根依旧最强。陆征心情勉强好了一点，也是最好的，也就6品灵根的江洛熙，我只差3品，并不算太差。岂料脸色铁青的陈正道面无表情收起青铜尺，道出一句让陆征天崩地裂的话：谁说孤州城没有9品灵根？只是不是你而已。陆征瞪大眼睛，那颗稍微好受一点的心再度遭受无情打击，体内气血翻滚，当场喷出一大口血雾，软倒在地上不停抽搐。同样备受打击的还有江洛熙，他微咬银牙。孤州城有9品灵根，会不会也是检测塔出了问题？虽不知检测塔为何将一个3品中等的庸才检测出9品的成绩，但孤州城测出9品的成绩。但孤州城的确有一位真正的9品灵根，青云宗主之女不久前见过，自叹不如之前。他皱起眉头，柳青仙说把青云令留给了对方，可对方不主动展示出来，他又如何辨认？还得把柳青仙喊回来帮忙寻找。江洛熙紧握拳头，我也想知道这位9品灵根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江洛熙露出惊容，8品灵根都相差万里，他的6品岂不是更加悬殊？念及此处，他反而有点接受了，不禁幻想那位9品天骄的风采，呢喃道：他一定是人中之龙吧？蓦地，他瞥见我手托着下巴站在原地沉思的模样，便觉得刺眼。今天的我大出风头，炼气6层的境界让人刮目相看，可我越是如此，岂不是越说明他当初看走了眼？凌晨赢了9品灵根，是不是很骄傲？江洛熙冷面如霜道：陆征这些年根本没用心修炼，根基不稳，剑术也没大成。
成，你赢了他也没什么。我回过神来，刚才只是在想陈正道口中的九品灵根是谁。青云宗主之女都自叹不如，可见对方极其了得。不知道我的透明灵根与对方相差多少。闻言，我只是看了江洛曦一眼，便不以为意，转头冲江如雪笑着写道：“惊不惊喜？”江如雪看着我眼里都是光，连连点头。太惊喜了！看着我眼里都是光，连连点头。太惊喜了，小凡，你真厉害！我这副把江洛曦当空气，只在意江如雪的态度，让他心中莫名不舒服，有种被姐姐比下去的感觉。此时陈正道起身离去，不待江家众人相送，便跳上飞镖冲天而去。江正牙瘫软靠在椅子上，长出一口气。还好陈副阁主宅心仁厚，没追究冒名九品灵根之事，不然咱们就摊上大麻烦了。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，一声含着暴怒的吼叫凭空炸响。陆征！众人顺着声音看去，便看到气得五官扭曲的秦长生。这个废物！这次损失最惨重的不是陆征，他顶多被打回原形，还享受了好几天九品灵根的无上待遇。可秦长生不同，一开始10瓶炼气液也罢了，刚才登门贺喜可是30万银子的天价贺礼，还被陆征故作豪爽分光了，想还都还不回去。陆征脸色大变，请家主息怒，我想办法还给你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们江家又拿什么还？秦长生双眼泛红，恨不得把陆征掐死。看着彻底翻脸的秦长生，陆征才意识到没有九品灵根，在秦家眼中他屁都不是，顿时吓得不敢吱声，躲在柳印霜身后。3天内把钱凑齐还我，不然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他爆发出筑基一层的，你还我，不然别怪我不留情面。他爆发出筑基一层的强大修为，震慑的江家众人惶恐不已。待他离去，江正牙恼恨地瞪着陆征：“你这个祸害，滚出去！江家没有你这种白眼狼。姓江的，你要干正儿，就把我也赶走。那你想让江家背这笔债，30万两银子，全族人跟着喝西北风。”柳印霜语至，但仍想力保侄儿。这也不能怪真儿，都是凌晨的错。要不是他在隔壁引来晦气，真儿岂会误以为自己九品灵根？江正牙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：“说破天此事也是陆征自找的，这笔债他自己还。”柳印霜眼见撒泼无用，将怨气全撒在我身上。你刚才为什么不让着陆征？让着他不就没这么多事了？江如雪也生气了：“姨母，你这么说太过分了！明明是陆征追着赶着欺负小凡，现在反倒怪他，反了是吧？你们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凌晨3天内把聘礼交出来，如果我不满意，这桩婚事别想成。”江如雪脸色泛白，我握住她的手将她拦住，另一只手提笔不客气写道：“如果聘礼让你满意，从此给我闭上嘴。”我忍柳印霜很久了，一再纵容陆征便罢，还屡次欺负到江如雪头上，这次要让她一再纵容陆征便罢，还屡次欺负到江如雪头上，这次要让她再也没机会对我们的婚事指手画脚。柳印霜气得眼神狰狞：“好，你有种！但凡你真能给出我满意的聘礼，你们之间的事我再也不过问。可你记住，是让我满意的聘礼。”那你就等着闭嘴吧。柳印霜阴沉着脸跑回厢房，江正牙忍不住刮目相看，还算你小子有点骨气。看我如此霸气的维护江如雪，作为父亲，他心底还是欣慰的。众人散去，江如雪面色焦虑的随我回到屋中，犯愁道：“小凡，你不该答应的。你知道姨母为什么要满意的聘礼？期限刚好3天吗？”我开口笑了笑：“你都知道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不就是想弄一大笔银子给宝贝侄子擦屁股？只要聘礼超过30万两，他就算再不想同意，为了陆征也会捏着鼻子认的。”江如雪气得捶了我胸膛一把：“知道还敢答应？那可是30万两，你上哪儿弄？”我耸耸肩，小声嘀咕：“钱庄的钱也未必有我多呢。我曾许诺要风风光光迎娶她，所以即便没有柳印霜索要高价聘礼，我也准备拿出一份丰厚的聘礼来。”夜幕降临，待江如雪回去，我便开始练着炼气。有了白日的经验，轻车熟路。天亮时，身前摆着40瓶上品、20瓶极品炼气液。极品的效率比车熟路。天亮时，身前摆着40瓶上品、20瓶极品炼气液。极品的效率比昨天又高了不少。把上品卖给陈家又是40万两，加上之前的50万，便是90万两巨款。正准备出门，江如雪满面笑意道：“小凡，陈思林邀请我去他府中做客，还让我把你也带上。我和他是闺中好友，这次的聘礼，我想请他帮帮忙。”他顿了顿，认真道：“待会儿见了他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他或许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”好好表现是指多炼几瓶上品炼气液吗？我莞尔摸了摸鼻子，跟着他一起赶向陈家，感受着怀里沉甸甸的炼气液，总不能这样去做客吧？还是先把炼气液卖了再说。快到陈家门口时，我道：“如雪，你在此等等我，我买点点心，稍后再去。”江如雪一怔，想起我是第一次去陈府，理应带礼物登门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速去速回。陈思林很忙的。我点头，钻进人群，趁他不留意，闪身换了行头，来到陈家大门。珍宝阁掌柜本候着江如雪的，看到我惊喜道：“前辈，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”昨晚到现在，催着陈家售卖上品炼气液的人数不胜数，许多人甚至给了翻倍价钱。前辈请进，我带您去见小姐。陈家后院，陈思林正在院中舞剑，平复焦躁，思考一夜，他仍无法下定决心。小姐，前辈来送炼气液了。陈思林一惊，扭头看到那个包裹严实的神秘魂师，心中一喜，他十分信守承诺，旋即又烦乱起来，悄悄捏了捏袖中的破望水晶。他放下剑，飞快跑过来，运动过的俏颜绯红，汗珠顺着光滑的下巴滚落，汗湿的舞袍紧贴身躯。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，就赶紧收回目光，将40瓶上品炼气液放在桌上，都在这了。陈思林有些紧张，因为他一直留意着我的目光，尽管只
只是多看了一眼，还是被他捕捉到了。他匆忙检查炼器液，确认无误，当场拿出银票和50份材料。前辈都在这了。他被齿微咬，刻意保持距离递过来，我一脸诧异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我会吃了他不成？好，明天再来。揣好东西转身要走，前辈且慢，陈思玲喊住我，喝口茶再走吧。晚辈精心熬了一碗灵茶，侍女捧来碧绿灵茶，茶味香浓，是能提升修为的顶级灵茶，有价无市。我食指大动，便坐下喝了一口。趁我低头期间，陈思玲悄悄将2片薄薄的透明水晶镶进眼眸，破望水晶。她深呼一口气，转过身望向我，心里暗暗期待，如果不是太高龄就好了，起码心里好受一点。可当破望水晶缓缓穿透厚厚衣袍，露出里面我的真容时，陈思玲呆住了。一张年轻的过分的脸庞映入眼帘，并不比自己大多少，眉目清秀，模样英俊，有一种出尘的气质。这哪是什么好色老头子，分明是一位绝世天骄，而且是2品魂师级别的大人物。整个青云宗那位地位超然的魂师，也不过2品而已。你怎么了？我察觉到他异样的目光，陈思玲心中一慌。没什么。我隐隐觉得不对劲，便放下茶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望着我离去的背影，陈思玲久久无法收回目光。掌柜悄悄道：“小姐，看清了吗？”陈思玲神色复杂的点头。掌柜声音更小了：“那你……”陈思玲微咬红唇，脸色渐渐泛出红晕。如果一定要为家族牺牲的话，我可以考虑。这时下人来报：“大小姐，江如雪江小姐来了。”陈思玲赶紧收拾一下，前去迎接。看到江如雪一身碧绿衣裳，婀娜多姿，不由眼前一亮，上前搂住她的腰，捏着她下巴调戏道：“小娘子，多时不见，越发标致了。”江如雪脸红嗔道：“害不害臊呀你？”陈思玲放开她，捂着嘴笑。2人相处已久，知道彼此性子。江如雪打量她，心情很不错嘛，肯定遇到好事了。陈思玲拉着她到后院，将这2日的事一一道来。听完，江如雪脸色复杂。思玲，你真的下定决心了？就算对方很年轻，可他如此暗示你，可见是个好色之徒，得了你身子未必负责。陈思玲却想开了，身为大家族儿女，哪有自由可言？即便我不主动牺牲，早晚也要被嫁给不喜欢的人当联姻工具，委身给一位2品魂师，有什么区别？江如雪想起自己也是被迫替嫁，不同的是她嫁的是我，一个很靠谱的男人。她同情地握住陈思玲的手，只是这样以后你就不好嫁人了。陈思玲叹道：“如果他要了我，从此负责，我就死心塌地跟着他；如果抛弃我也没关系，大不了终身不嫁，只要他兑现承诺给陈家，培养魂师学徒就够了。”江如雪一脸心疼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。陈思玲便转了话题：“对了，你的未婚夫呢？不是让你带他一起来吗？”江如雪露出歉意：“他说第一次登门要带点礼物，就去买东西了，可好久没回来，与你约的时间又快到，我就先来了。”陈思玲本就对我有成见，不满道：“守时都做不到，什么人呢？”下人来报：“小姐，一个叫凌晨的，自称是江小姐未婚夫。”陈思玲没好气道：“让他在外面等着。”江如雪忙道：“思玲别这样，小凡人很好的。”陈思玲越发气不打一处来：“这样，小凡人很好的。”陈思玲越发气不打一处来，一本正经教育道：“如雪，人生大事岂能儿戏？你姨母本就待你不好。你更应该找个豪门公子嫁了，保住幸福。怎么脑子进水，嫁给一个哑巴？”江如雪被劈头盖脸训斥一通，只好简单把替妹妹嫁人的事说了。陈思玲一听就明白了：“你傻啊！你父亲、姨母还有妹妹都是串通好的双簧，你姨母绝对是想把你摁在一个哑巴身边，毁了你一辈子。”他攥紧拳头：“我不能看着你掉进火坑，30万聘礼的事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帮他。”这时家丁来报：“小姐，林公子来了。”陈思玲眼神锐利：“来得正好，我要让他知难而退。”江如雪急了：“思玲，求你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。”陈思玲点头：“放心，我不会侮辱他，只想跟他推心置腹，聊聊你们的未来。”平稳的脚步声传来，我跟着丫鬟来到后院，却被拦住。后院只允许女眷进去，公子请在此等候。我无语，刚才自己不是进来过？是不是陈思玲对我有成见？果然，她咄咄逼人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就是凌晨，悠然的未婚夫，我是悠然的好朋友，想问你几个问题，请如实回答。第一，你迎娶如雪是真心喜欢她，还是想靠她吃软饭？”我扔过一张纸条，随之飞过的还有几张靠她吃软饭。我扔过一张纸条，随之飞过的还有几张崭新银票。陈思玲一愣，地上5张银票全是1万面额，足足5万两。江如雪也吃了一惊：“小凡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”我又扔过一张纸条：“陈小姐，可以问第2个问题了。”陈思玲有些发愣，一个寄人篱下10年的人哪来这么多银子？她微微折脑又问：“就算你有点积蓄，但你保护得了如雪吗？外面的世界弱肉强食，你确定能保护她？”那边没有动静。陈思玲误以为说到痛处，振振有词道：“你若真喜欢她，就放手吧，你保护不了她。”话音未落，隔绝双方的墙壁忽然咔嚓一声，从中间被打穿一个巨大的豁口。陈思玲立刻感应到我的境界，吃了一惊。炼气7层，这等境界，这样的年龄，放在孤州城算得上一流高手了。他使劲眨了眨眼睛，向江如雪确认：“不是说他没有灵根吗？”江如雪苦笑：“或许他
他早就在默默修炼了。我挑衅似的扔来纸条，还有要问的吗？陈思玲微咬牙，有点修为又怎样？你能给如雪什么？她嫁给豪门能得到无尽资源，各种功法，这些你有吗？那边沉默许久，隐约响起撕东西的声音。陈思玲以为把我气坏了，不由暗自愧疚，语气放缓。凌晨，我不是有意针对你，只是如雪命太苦了，我希望你放手让。放缓。凌晨，我不是有意针对你，只是如雪命太苦了，我希望你放手让她嫁给该嫁的人。如果你肯放弃婚约，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些上品炼器业作为补偿。可那边扔过来一个小包袱，陈思玲让丫鬟捡过来，当着江如雪的面拆开，5瓶上品炼器液赫然映入眼帘。上品炼器液，你哪来的？陈思玲震惊，上品炼器液是陈家独家专卖，限量每人1瓶，不可能有人同时买到5瓶。这家伙还真有点钱呢。他承认小看了我的财力，但随即发现包袱底下还有一本被撕烂封面的无名功法。他诧异拿起来翻开第1页，便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俏眸写满震惊。黄级高等心法，郭州城里最大的豪门能修炼的最好功法，也不过黄级中等，我却给了江如雪一本黄级高等心法，这是任何豪门都给不了的顶级资源。我的纸条又扔过来，还有要问的吗？有心劝退我的陈思玲反被狠狠上了一课。身为大小姐的她，何时受过这等气？她银牙微咬超级宝剑，你给我过来，我倒要看看当着我的面你还能不能神气。江如雪哭笑不得的扯她衣袖，思玲算了，说好聊几句话，怎么动手了？别拦我，我今天非教训他不可。她瞪视的目光中，一袭挺拔的青衣身影缓缓越过月门，我的容颜映入她眼眸，只一眼，陈思玲就如五雷轰顶般僵立在了原地。